1999年，妻子高宇娜美子在家中被凶手杀害，而他2岁的儿子目睹了惨案的整个过程。知らんたちが喧嘩して死んだの。喧嘩して。ママが死んじゃった。警察动用了大量的警力，经过多年的追查，但始终是没有抓到凶手，此案就成为了日本的著名的悬案了。然而她的丈夫高宇悟并没有放弃，坚持追凶26年。为了让案发现场不被破坏呢，她的丈夫继续掏钱租用着那个案发的出租屋，保持里面所有的物品都是案发时的状态。租房26年，总共花费了2200万日元，相当于100万人民币啊。直到2025年的10月31日，也就是前一段时间，日本警方宣布终于破案，并且凶手已经被逮捕了。大家好，我是海岩，今天我们来讲名古屋主妇被害案。1995年，39岁的高宇悟和28岁的娜美子举行了婚礼。结婚之后呢，两个人住在名古屋西区道生町的一栋公寓内他们住在2楼西侧的201室。结婚2年之后，两人生下了儿子高宇航平。为了照顾年幼的儿子，高宇娜美子辞去了工作，成为了一名家庭主妇。她善良、细心，性格开朗，对人热情。在丈夫高宇悟的眼里呢，她是完美的妻子和母亲。她的日记里写满了对儿子航平成长的惊喜和深深的爱。他们的生活平静而美满刚买了新车，计划着呢要搬进更大的新家未来充满了希望。然而所有的美好都在1999年11月13日那个周六戛然而止。11月13日下午2点多，房东拿着自己家摘的柿子给公寓的每家每户都送一些。到了2楼娜美子家的时候呢，发现房屋的门并没有锁，只是虚掩着。喊了几声之后没有人回应，房东就推开了门之后看到了地狱一般的景象。娜美子浑身是血，倒在了走廊和客厅之间，已经停止了呼吸。而他2岁的儿子航平就坐在一旁的婴儿椅上，裤子上沾满了母亲的血迹，正懵懂着玩着手中的玩具车。警方迅速地赶到了现场，法医判断娜美子死于利器刺伤胸部和颈部导致失血过多，死亡时间就在中午12点到12点半之间。勘查人员还发现了关键的线索，玄关处有几枚清晰的24公分的女士鞋印，来自一款韩国产的限量女鞋。厕所的洗手盆里面有未冲洗干净的血迹，经过化验呢，玄关处的血脚印和洗手盆那里检测出来了 B 型血，而娜美子是 A 型血，所以检测出来的 B 型血呢，应该是属于凶手的，很可能凶手在行凶的时候不小心割伤了自己。另外呢，餐桌上有一瓶不属于这个家庭的乳酸饮料，瓶身上呢留着陌生人的指纹，这一切都指向了一个陌生的女性凶手。经过警方的调查，整理出了一条清晰的时间线。上午11点55分，娜美子带着儿子航平从诊所看完病回家，在楼下的杂货店里还买了矿泉水和纸巾，还细心的给儿子买了一罐热牛奶。邻居看到他抱着孩子上楼，一切都很正常。中午12点15分左右，隔壁邻居佐藤诚子他听到了一声沉闷的响声，紧接着是一声短促的女人惊呼声，随后呢就没有了声音。当时呢，邻居以为这是小孩子不小心弄倒了什么东西所以呢没有太在意，很可能呢当时就是凶手正在行凶。中午12点40分有2位目击者看到了一位40岁左右的穿着深色外套的女人，她低着头，行色匆匆，右手紧紧攥着正在流血的左手腕，朝着附近的道生公园方向快步的走去。警方呢沿着滴落的血迹一路跟踪，血迹就在道生公园的公共洗手池那边就消失了。凶手呢在那边清洗了伤口之后，然后就没有了踪迹。警方根据调查的线索勾勒出了凶手的画像，凶手年龄是40到50岁的女性，黑色卷发，穿着韩国限量版的高跟女鞋，身高160公分，血型为 B 型。尽管警方投入了大量的警力，排查了娜美子所有的社会关系甚至追踪了那双韩国女鞋在名古屋所有的买家，但是呢，案件还是走进了死胡同。虽然案发时儿子高宇航平在现场目睹了一切
但当时呢他只有2岁啊，没法说出凶手到底长什么样子。不过呢，案发2年之后，在高宇航平4岁的时候呢，在幼儿园的时候啊，突然对老师说，妈妈被便利店的阿姨推倒了，阿姨的手流血了。可是呢，这条线索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啊，大人们认为这是年幼孩子的记忆偏差啊，谁都没有想到4岁孩子说的话在24年之后得到了验证。在无尽的悲伤当中呢，丈夫高宇悟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决定，他带着儿子搬去了和母亲同住，但是呢，继续掏钱租用的那间浸满鲜血的302室。他对警方说啊，现场肯定还有我们没有发现的线索，我们不能让它消失。从此啊，这间公寓的时间被定格在了1999年11月13日。丈夫每个月啊都会准时的回来，打开窗户通风半小时，然后小心翼翼的更换除湿剂，轻轻的扫去保护膜上面的灰尘，室内的湿度保持在50%左右，防止发霉。用特殊的透明保护膜盖住玄关的血脚印，防止血迹氧化，确保现场的每一个脚印、每一处血迹都维持原样。房间里的所有的物品摆设都没有变化。就这样呢，丈夫坚持了26年，为此支付了超过2200万日元的租金啊，相当于100万人民币，这几乎是他退休前10年的工资的总和了。与此同时，他父兼母职，将儿子航平抚养成人。每年在娜美子的忌日，他都会带着渐渐长大的儿子出现在名古屋的街头和车站，向路人分发悬赏传单。悬赏传单上呢是凶手的画像，悬赏金额为300万日元。除此之外呢，之前日本关于杀人案的追诉期是15年。为了不让凶手逍遥法外，高宇悟又积极参与推动修正日本的法律啊，参加了一个名为宇智会的民间组织，为了废除杀人案的追诉期奔走了6年。终于在2010年6月，日本废除了杀人案的公诉时效啊。修正成功的那一刻，高宇悟非常的激动啊，努力控制着不让自己哭出来，因为只有他自己知道啊，为了找到凶手，他付出了多少的努力。今夜は少し面对媒体呢，他说：“我要告诉凶手啊，他逃不掉的，要让他知道我家里有他的 DNA， 要让他感受那种随时被抓到的恐惧。”就这样呢，高宇悟一直坚持了26年，从一头黑发变成了满头白发的69岁老人，他一直都没有放弃。为了找到凶手，高宇悟除了花费了金钱之外，还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换成一般人的话，估计早就放弃了。但是高宇悟呢，坚信啊，总有一天能够抓到杀害妻子的凶手。24年、25年、26年と、私たちは変わらないと思いますので。2024年啊，科技进步啊，让冷案重启迎来了曙光。新型纳米级的 DNA 检测仪器啊，灵敏度比之前高出了1000倍。警方呢再次来到了案发现场，重新提取了 DNA 信息。另外，警方调整了调查的方向啊，之前调查的重点是娜美子的人际关系，但现在呢开始重点调查丈夫高宇悟的人际关系。警方怀疑凶手可能是冲丈夫来的。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被遗忘的名字浮出了水面，安福久美子啊，她是高宇悟的高中同学。档案显示，他曾在高中时啊向高宇悟表白过2次，但是呢都被拒绝了。在1998年同学聚会的时候呢，当他看到高宇悟幸福地展示自己的全家福的时候，安福久美子脸色苍白地提前离开了。案发时，安福久美子在一家便利店里当店员，这和高宇航平4岁时说妈妈被便利店阿姨打倒相吻合。案发之后呢，他迅速的搬家，更换了工作，断绝与所有同学的联系。而且呢，当警方要求他配合提取 DNA 的时候，安福久美子激烈的拒绝了，这就非常可疑了啊！这里要说明的是呢，日本法律规定，警方不能强制提取居民的 DNA， 必须得到本人的同意才可以。不过呢，警方并没有放弃啊，虽然没有提取到安福久美子的 DNA， 但是他的侄子安福健太啊，曾经因为交通肇事曾经被提取过 DNA。 于是呢，警方就将案发时凶手的 DNA 和安福久美子侄子的 DNA 进行比对，鉴定结果显示母系基因片段 99.9% 相匹配，这样呢就基本上可以断定安福久美子就是杀害高宇娜美子的凶手。
2025年的10月31日，69岁的安福久美子前往爱知县警局自首，她说出了26年前发生的事情。那次同学会上，高雨雾幸福的样子成为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他认为那个幸福的女人本应该是自己的，妒忌和愤怒让他失去了理智。接下来的时间里呢，他经常跟踪高雨雾和他的妻子。他作案时专门穿上了那款韩国版的女鞋，想让警方误认为是外来务工人员做的案。买鞋的时候呢，他伪造了地址信息，所以警方没有通过这双鞋找到他。案发当天，他带着优酸饮料上门，按响了302房间的门铃。进屋之后，他看到了墙上高雨雾一家全家福幸福的样子，妒忌心让他情绪失控，掏出了准备好的刀刺向了对方。因为用力过猛，划伤了自己的左手。作案之后，他曾经通过房门的猫眼观察外边有没有人，因为左手不停的流血，所以在玄关处留下了很多他自己的血和血脚印。他说呢，在26年里他经常梦见那天的场景，梦见当时那个2岁的孩子手里拿着玩具车看他的样子，这让他非常的自责。安福久美子虽然自首了，但是不一定会获得减刑，因为警方已经调查到他的身上了。他知道自己跑不掉的情况下才去自首，这种情况呢，被减刑的可能性很低。这个案件呢，在丈夫高雨雾26年的坚持之下，终于有了一个结果。采访当中，她26年间第一次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哭着跟记者说：“我已经告诉妻子了，凶手已经被抓到了。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凶手是我认识的人，妻子是因为我才被害的，我应该对妻子和儿子说声抱歉。”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收看，别忘点赞，我们下期再见。